多变的体色搭配上奇特条纹和斑点，以及颈部那一抹鲜艳的红色，为它们带来了独特的震慑力。它们能通过捕食特有猎物，并将猎物的毒素化为己用，以填充自身的化学库，达到强化自身的防御和攻击能力。而这独特的物种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——颈槽蛇属 Rhabdophyes。颈槽蛇是一种分布于亚洲各地区的游蛇科中的神奇生物。目前确认约有30多个物种，大多数都活动在东南亚地区，而东亚和南亚也分布有该属成员。它们生活在溪流、稻田与密林间。颈槽蛇属成员的体型多在60到120厘米左右。它们也是游蛇科中少数的几种有毒蛇类，尤其是该属中的虎斑颈槽蛇 Rhabdophyes tigrinus 和红脖颈槽蛇 Rhabdophyes subminiatus 等就具有致命的毒性。在1971年至2020年间，日本发生的43起虎斑颈槽蛇咬伤事件中就有5起致命。当然，这是由于未注射抗毒血清所导致的。然而，这并不能排除它们的致命性。尤其是红脖颈槽蛇的北方亚种海乐颈槽蛇 Rhabdophyes helleri， 在国内就已出现严重的蛇咬中毒案例，死亡人数也已超过10人。而我国目前尚无海乐颈槽蛇的抗蛇毒血清，因此多采用抗副蛇毒血清治疗，但治疗效果仍存在争议。颈槽蛇属的蛇类多含有凝血毒素，这种毒素会造成出血难止，甚至出现全身出血倾向，但一般情况下并不严重，很少出现循环功能不全，除非不能有效止血而引起的出血性休克或重要器官出血，如脑出血等，最终才会导致死亡。尤其是该属中的部分成员，它们拥有捕食猎物后存储猎物毒素化为自身所用的能力。它们通过捕食有毒的蟾蜍，将蟾蜍的毒素吸收并存于颈线，当受到攻击时，颈线会把毒液溅出，以达到防御或恐吓的目的。而颈槽蛇属 Rhabdophyes 的成员外观独特，多变的体色搭配上颜色鲜艳的斑点和条纹，能够有效地帮助它们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。它们所采用的捕食策略通常是主动追击，依靠敏锐的视觉和嗅觉来感知猎物，所以它们经常在两栖动物丰富的水源附近捕猎。当然，它们也会采用伏击的方式捕猎，就如虎斑颈槽蛇一样，依靠耐心等待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发起突击。它们并不依靠毒液快速杀死猎物，而是采用下颚牢牢抓住猎物。它们可能会通过咀嚼释放的温和毒液来帮助制服挣扎的猎物。颈槽蛇的毒液主要来自杜氏腺 Dubronus gland， 这是一种不同于典型前沟牙毒蛇的毒腺，位于眼后上唇鳞下方，并且通过后沟牙输送。通过隔离和储存毒素的能力，使这些蛇类具有独特的生态地位。这些蛇中的许多个体体型并不算特别大，也不算特别吓人，因此它们严重依赖化学防御来保护自己。在与蟾蜍等两栖动物共存的环境中，它们甚至可能更频繁地以这些两栖动物为食，这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现成的毒素来源，而不需要蛇类自己产生毒液。这种隔离毒素的能力是捕食者和猎物共同进化的一个例子。随着蟾蜍发展出自己的强效毒素来抵御捕食者，而颈槽蛇这样的蛇类也进化出了利用这种防御机制的能力。这种独特的适应性凸显了捕食者与猎物相互作用的复杂性，以及动物如何进化出非凡的策略来避免危险和获得食物的能力。颈槽蛇在白天和黑夜都能自由活动，但白天更常见，也经常可以在小路旁和引水沟内看到它们捕食蟾蜍等。它们大多都不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物种，但是在接近这种蛇类时仍然需要小心。而其中虎斑颈槽蛇的性情温顺，易于饲养，这也使得它成为蛇类生物学研究的理想对象。这就是本篇视频的具体内容了。我是于越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